哎呀，相亲最痛苦的莫过于是给大龄男女介绍对象啊，因为你就不知道他们随时会因为点啥干一仗。我给一对大龄男女介绍对象啊，相亲5个月呀，男方呢是吃喝拉撒全管了，满心期待去表白，女方回复呀，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对你没感觉，气的男方是撂挑子不干了，没感觉你早干啥去了？舔了你5个月呀啊，你说你这良心不痛吗？大姑娘一句，我只有看到你的表现，我才能知道有没有感觉，对吧？于是呀，这男士一纸诉状向我讨个公道。男方是92年的啊，今年31岁，985本科，在国企工作，年收入10万左右。父母啊是农村的，市里啊好不容易交了个首付啊，这个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女方呢32岁，比男士还大了1岁啊，身材保养确实挺好。2本这个本科院校啊，私立学校当老师，年收入在7、8万，没车没房，父母也是农村的，还有个弟弟。刚见面啊，俩人的聊的确实不错，印象也都很好，反馈也都很积极。见面之后啊，这男士啊一有时间就主动约这个女方，带她是吃喝玩乐啊，送她小礼物，花了她也小几千块钱了。姑娘呢都不拒绝，按照这个节奏啊，2个人在一起的概率啊，它是非常大的。但随着认识时间变长啊，男方啊就开始有些不太满意了。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约这个女方，女方从来不主动找他聊天或者是约他。另外啊，这么长时间了，约他也有个10回8回了，每次都是男士买单，女方从来不主动表示，那这意见啊，他就比较多了嘛。上个月呢，这个男士就想着，哎呀，认识这么久了，该确认关系了吧？他就主动在过马路的时候去拉这个姑娘的手，结果人这姑娘无情啊，直接把男士的手给甩开了。男士当时就觉得很尴尬呀，主动问这个女方，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人这姑娘说啊，你人很好，就是现在呀，我没太有感觉，再相处看看。好吗？就这样又追了1个多月呀。昨天啊，这男士就想着啊，这不端午节了，就买了一堆东西啊，给女方送过去，到他楼下嘛。结果人女方出来拿东西就要准备走啊，男士拉住这个姑娘，就表白啊，说自己啊喜欢你很久了，愿意去真心的待你，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这个姑娘呢，听完也是原地啊考虑了一下，转身跟这个男士说呀，我对你啊还是没有感觉，要不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你去找别人吧，也别耽误你了。这话一出啊，男士就问啊，怎么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说呀？追了5个多月了，我都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了，你说没感觉？这姑娘听了也不满意啊，嫌他态度不好。你追求别人总是要付出成本吧？我也付出了5个多月呀。再说我们俩刚认识，我怎么有感觉？我只有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你对我好不好，我再看看有没有感觉吧。就这样啊，男士气的是一把夺过买的东西啊，转身就走。姑娘也很生气啊，在后面就喊着，就你这样的娶不着老婆活该。气的男士也怼他哈，你嫁不出去也是你活该。好了，回来呢就给我打电话。听完呢我也是服了啊，5个月呀，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打赢3大战役了，胜利在望，你5个月连个女孩子的手都没牵上，你这是大智若愚吗？我后面打电话给这个姑娘，我也生气啊，人男士追了你5个多月，你给拒绝了，于情于理你也得给个说法吧。她说呀，自己一看到男士就没有那种爱情的冲动。哎呀，听得我是真的无语啊。你都买来猪了，你才见猪圈，你早干嘛去了呀？你都这么大人了，白耽误这半年啊。这姑娘说呀，我也浪费了半年呀，谈恋爱哪有刚一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哎呀，听完我说啊，你挑你选啊，这是没的问题，但你不能不喜欢还吊着别人吧，这事就不对了呀。她说我没吊着，我就是感觉没感觉，我就是想考察看看呀，这有问题吗？我问她你想要什么感觉啊？他说呀，想找一个有领导力啊、有见识、有阅历、还见多识广的人，尤其对那种一本正经侃侃而谈的人，就特别容易两眼冒星星。我劝他，哎呀，你快别冒星星了啊！这种男人啊，不止你喜欢，那谁听了谁不喜欢呀？这种男人同龄的早就结婚了吧，还等你捡漏呢。就算你能遇到他，你能 hold 得住他吗？你有那抗风险能力吗？你都32岁了，相亲也有3、5年了，为啥一直就没有合适的对象？你心里咋就这么没数呢？我看你是多大的屁股就穿多大的裤衩子，老老实实的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吧。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没感觉坚决不将就。哎呀，这女人说的没感觉啊，一种呢是你的外表长相、经济实力啊、社会地位、社交能力等等各项指标都不咋地，没有吸引她的点，也就是说呀，是条件不行，人也不行。第二种呢，就是你条件还行，但人不行，要么你长得磕碜啊，不咋地，嫌你丑嫌你矮，要么你就是你不大会撩她的情绪，不会和女孩子说话呀。那有些女人就评价你，哎呀，情商低下头。这种呢，她就不太舍得放弃你，因为你条件好呀，答应在一起啊，心里又觉得憋屈，因为不喜欢你啊，她就开始权衡利弊了啊，看能不能遇到更好的呀，先拖着你，或者能不能产生喜欢你的感觉。遇到这样的，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点，
最多2个月，如果不同意啊，就抓紧放弃，千万别有幸存者偏差。哎呀，万一这个人同意了怎么办？哎呀，万一和我在一起了怎么办啊？别做梦啊！前1个月的相处已经决定了99%的概率，越往后越不可能，除非啊这人类灭绝就剩你俩了。好了啊，下课。哎呀呀，麻烦现在的闺蜜啊，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啊，她劝人家冷静，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她今年35岁啊，未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38岁了也未婚，是一名会计。这5一啊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就小了8岁嘛，工程师啊，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这个月呢，人闺蜜就跟她说，哎，两人领证了，听得她是一愣一愣啊，觉得不可思议。她就劝着闺蜜啊，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哎，这闪婚的结果呀，它就是闪离。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啊，不可能离婚的。说这个闪婚呢，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哎呀，她就脑子缺根弦，给人举例子。哎呀，谁啊，闪婚不久就离婚了。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回去就给她拉黑了。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不再联系，把这姑娘给气的啊，好心没好报啊，不听劝早晚黄。听完，哎呦我去啊，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啊，这话没毛病。那结了婚的老爷们儿啊，有关注我的，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啊，我就不多讲了。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啊，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处处看你热闹。人家都38岁了，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你管人是不是真爱？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人都领证了，你还去说人家坏话，给人拆台，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咋的？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啊，离婚拖家带口的，你就觉得舒服了呗？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她跟我解释说呀，闪婚太快了，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啊，这婚姻肯定不靠谱。哎呀，可拉倒吧啊！婚姻靠不靠谱，它不是时间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有多少3年领证的，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啊，这人教人呢教不会，事儿教人呢一遍就会。她过得幸不幸福，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她结果教她，你就少管了。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跟你没有关系。她说我不放心，哎呀，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好的闺蜜啊，也没你这样的。你替人家想想，以她这个条件，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拜托呀，38岁了，说点现实的，同龄离婚的男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想找个30岁的。你闺蜜是不会变老，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哎，个子高，长得还帅啊，不嫌弃他年龄大，还愿意跟他领证的，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我忘了，反正人这就是爱情，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人俩人都领证了啊，搁这喜事跟你说呢，你怎么就那么丧么人啊？闪婚还得离的。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又是长得丑，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哎呀，听得我都很烦。就算他过得不好，那狗血剧情啊，那被出轨了，被嫌弃了等等，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你担心呢，我理解是出于情分，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他是38岁，不是18岁，也不是88岁了。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过得好的话，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但过得不好，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所以呀，奉劝那些老婆嘴啊，安分守己一点，多管管自己，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希望得到祝福的，这个时候聪明点，送上自己的祝福，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不是你掺和一脚啊，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哎呀，我就烦这种人，烦死了。来啊，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可能会跟你们有很多共鸣啊。相亲的门当户对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对方家庭条件重要吗？就有个男士跟我咨询说呀，和女朋友谈了3年恋爱，压力是越来越大，精神呢直接是临近崩溃。男方是985本科，国企上班，年薪在20万左右，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女友呢是小2岁，普通的2本私企行政，父母老家都是农村的，都在北京啊务工。有一个弟弟，兄妹2人呢都是留守儿童，跟着老人长大的，2人是朋友介绍，互相都很喜欢，也因为爱情走到一起。这个姑娘呢，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些自卑啊，对待感情也总是小心翼翼，很敏感，看待问题啊，负面情绪啊总是很多。2人在一起嘛，她从来都没有看不起女友家的家庭条件，
在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也都是一直鼓励陪伴，让他乐观起来。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呢，他的敏感自卑不仅仅让他自己心态不好，而且还经常影响着男士搞得心态都跟着很爆炸，甚至影响休息和工作。经常处理他的小情绪，就让这个男士觉得很心累谈了3年男士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象以后结婚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还要去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于是就跟女友提了分手。一开始他确实是坚信自己只要心态好就能够影响他，带着他一起变好，但事实却是在一起之后发现女友非但没有变好，还影响着男士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女友一遍遍的问分手是不是嫌自己家庭条件差，看不起自己。男友也是强调很多遍，不是嫌弃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他觉得钱不够可以努力赚钱，那两人谈恋爱互相鼓励互相陪伴，感情和谐就好。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努力赚钱，一边还要去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的各种情绪问题。分了之后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父母总是说门当户对，对的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和对方的成长环境，对方家庭幸福大概率也会少很多的烦心事。做了很多年的婚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侣他们有一个误区认为没有走到最后是因为对方看不起我，嫌弃我的家庭条件差。其实大多数感情破裂并不是因为家庭条件的，而是这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你在对于过去20多年经历着怎样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人，养成什么样的性格，这些是可以决定你看待未来的方式，以及面对人生的方式和怎样去跟人相处的。这些东西对于要和你步入婚姻的另一半来说的话，可能比金钱还要重要的。很多男人来找对象，他们的择偶标准其实对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没有太多的要求。那直白点说他们往往在乎的不是女方家的条件，因为他觉得条件差人好就可以，他可以说服父母女方家庭不是那么重要，未来才是重要的。他通常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很多压力，觉得多扛一点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个男人他不是无法接受这女方家里条件差，而是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养成的后天的很多的性格缺陷，内心深处的自卑、消极逃避恐慌自我等等的负面情绪。这种心态确实可以搞垮一个人的。即便一个曾经很爱你的人，当他心太累了是走不下去的。生活贫穷家庭条件差，它本身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愿不愿意跟你结婚，而是家庭和贫困所带来的对心理上的负面塑造导致的性格差异，让人难以和你去相处，这才是很多男人放弃的根本原因。如果你从小家庭条件确实不好，那后天性格已经养成了，但是希望你一定要自信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尤其是你在谈感情的时候，你要有责任是为了自己，为了另一半去改变那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烙印，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尽可能的不让那些情绪去左右你的选择。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了。过去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些东西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未来。